今天谈一下带状疱疹。带状疱疹是一种由水痘病毒引起的疾病，有一些病人患有带状疱疹后的神经痛，这使他们根本无法出门，生活困难。它更多的被称为皮蛇，因为在感染带状疱疹病毒后，沿着皮肤神经节形成瘙痒、发红和疼痛的水泡。事实上，带状疱疹病毒与引起儿童水痘的病毒相同。水痘康复后，病毒会潜伏在人体的神经节中。当宿主的免疫系统受到损害时，病毒会变得活跃并引起神经炎症，从而导致带状疱疹。由于病毒潜伏在神经中，所以在胸部、腹部、背部和臀部，以及面部、头颈部和四肢都会形成水泡。带状疱疹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，包括胸部、颈部、面部、眼睛周围、阴部和腿部。如果你发病，尽量不要弄破皮疹，以避免感染。可以使用膏药和药膏，但更重要的是服用抗病毒药物和止痛药，以缩短病程。导致皮蛇的主要原因是免疫力下降。皮蛇是与水痘相同类型的带状疱疹病毒。接种过水痘疫苗或得过水痘的人很少再得水痘，但这种病毒仍然潜伏在我们的神经中。当我们的免疫力降低时，就会潜入带状疱疹发作。为什么免疫力会下降？主要有3个因素：年龄越大，免疫力越低，然后是患有免疫力低下疾病的人，如艾滋病、类风湿性关节炎、慢性病、心血管疾病或慢性阻塞性肺病的高危人群，以及生活压力过大。而腹部、胸部和背部疼痛有时是皮肤蛇的结果。当免疫力降低到一定程度时，水痘病毒沿神经节重新激活的可能性会增加。当病毒因免疫力降低而重新激活时，会出现与神经痛有关的症状。许多人出现局部的、无法解释的皮肤疼痛症状，但由于皮疹尚未出现，无法触及，许多人误以为是其他疾病。等到皮疹出现后，才认识到是带状疱疹。预防带状疱疹的最好方法是接种水痘疫苗。水痘疫苗是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，可以同时预防水痘和带状疱疹。如果你已经感染了水痘病毒，你也可以通过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减少带状疱疹的风险，这包括保持足够的睡眠，避免过度疲劳，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，减少压力，并保持你的免疫系统强大。疫苗的保护作用如何？一般来说，建议免疫力较弱的老年人接种疫苗，一次接种后可持续10年左右。如果你已经患有带状疱疹，治疗方案包括药物治疗和自然疗法。药物治疗包括使用抗病毒药物和止痛药来缓解疼痛和不适。自然疗法包括应用冷敷，以减少水泡的程度和缓解疼痛。此外，芦荟、薄荷和橄榄油等天然成分也可用于缓解皮疹和疼痛。总的来说，预防和治疗带状疱疹需要采取多种方法，包括接种水痘疫苗、健康的生活方式、药物治疗和自然疗法。如果你身上出现皮疹或疼痛的症状，请及时寻求专业诊断和治疗。相信通过这样做，你的皮肤和身体会感谢你。不要忽视带状疱疹后的神经痛的后遗症。带状疱疹后的神经痛的后遗症是什么？皮疹出现后，通常需要3到4周时间才能完全恢复，但一般估计有10%到18%的带状疱疹患者会出现慢性带状疱疹后神经痛。这种神经痛是不可预测的，因人而异，对一些人来说，它可能非常痛苦，以至于不能外出，并会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。带状疱疹疫苗最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接种部位的红斑、疼痛、肿胀、瘙痒、血肿、发热和僵硬，以及头痛和四肢疼痛。不太常见的副作用包括过敏反应、水痘、发烧和暂时性的注射部位淋巴结病变。但如果症状持续或恶化，请立即就医。目前在台湾上市的疫苗是默克公司的 Zostavax 疫苗，
这是一种保护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的减毒活疫苗。换句话说，它与水痘是同一种病毒。由于这种疫苗含有低毒性的活病毒，它对正常人基本无害，但对那些没有完全免疫的人来说仍然很危险。目前的建议是50至79岁的人可以接种疫苗，50岁以下的人不能接种，但患带状疱疹的几率非常低，所以接种疫苗的好处有限。疫苗对从未患过带状疱疹的人来说是理想的，但它不能治疗正在进行的带状疱疹。已经患过带状疱疹的人将来可能会复发，但复发的几率约为6%到7%，所以要由你自己决定是否要接种疫苗。通用清单中明确指出，该疫苗不能给以下人群使用：一、对疫苗的任何成分过敏的人。根据清单，该疫苗含有蔗糖、磷酸盐、谷氨酸和明胶作为稳定剂。二、对新霉素会过敏的人。三、免疫不全的病人，如急性与慢性白血病、淋巴瘤、其他会侵犯骨髓或淋巴系统的疾病、HIV/AIDS 所引起的免疫抑制、细胞性免疫功能不全。四、正在免疫抑制治疗的病人，包括高剂量的皮质类固醇，低剂量或表皮吸入型的类固醇不在此范围。五、未经治疗的活动性结核病。六、怀孕且接种疫苗后3个月必须采取避孕措施。最后建议大家避免过度疲劳，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，减少压力并保持你的免疫系统强大。